类总共向火星发射过大约50艘探测器，其中 NASA 发射了惊人的24次，目前还在工作的仍有5艘。苏联发射了大约20次，但基本全部失败。ESA 则有2台火星探测器。我们也在2021年成功发射了天问1号和祝融号，一次直接完成了绕、落、巡。印度、阿联酋、日本也各有1艘探测器，但目前所有仍在火星表面或轨道工作的探测器只有9艘，其他的探测器则全部被埋进了这颗红色星球里，有的甚至还没来得及着陆就已经失联。这期视频我就按时间顺序来带你全面了解人类探索火星的历史。1971年 NASA 发射了水手9号，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颗成功环绕另一颗行星运行的探测器。也正是从它开始，人类第一次真正看清了火星。它第一次让火星从一个模糊的红点变成了一个真正可以被长期研究的世界。1975年 NASA 先后发射了海盗1号和海盗2号，它们都由轨道器和着陆器组成。它们不仅要环绕火星，更要真正落到火星表面。1976年，海盗1号率先成功着陆，随后海盗2号也成功落地。这是人类第一次真正从火星地表看火星。1996年 ，NASA 发射了火星全球勘测者号，真正把火星带进了高清测绘时代。它围绕火星工作了近10年，对火星表面进行了长期系统的观测。很多今天我们熟悉的火星高清地图、地形地貌图都离不开它。2001年，火星奥德赛号成功发射。它最重要的发现之一就是确认了火星地下存在大量水冰。更惊人的是，奥德赛号直到今天仍在工作，它也是目前火星轨道上资历最深的探测器之一。2003年，欧洲航天局发射了火星快车号，这是 ESA 第一颗成功进入火星轨道并长期工作的火星探测器。它的任务很全面，研究火星大气、地表、矿物组成和地下结构。它帮助人类进一步地研究了火星水的历史，也让欧洲真正拥有了自己稳定的火星探测能力。2004年 ，NASA 的勇气号和机遇号先后登陆火星。勇气号最重要的贡献是它在火星表面找到了大量被水改造过的岩石和矿物证据。机遇号则在火星发现了球状结合、层状沉积和多种矿物证据。勇气号后来工作了6年多，机遇号后来工作了将近15年，远远超出了其最初设计寿命。2005年 ，NASA 发射了火星勘测轨道飞行器。它最厉害的地方就是带来了极高分辨率的火星表面图像。2008年 ，NASA 的凤凰号成功降落在火星北极附近。它最大的成果很直接，它真的在火星表面下方挖到了冰。2012年 ，NASA 的好奇号成功着陆火星。好奇号在盖尔陨石坑发现了古湖泊环境、沉积层、有机分子线索等证据。从这时起，火星探测真正进入了宜居性时代。2014年 ，NASA 的 Maven 探测器进入火星轨道，它不再重点研究地表，而是重点研究火星的大气。它发现了火星之所以会失去大气，和太阳风有很大关系。2016年，欧洲航天局的 ExoMars 微量气体轨道器成功进入火星轨道，它的重点同样是火星大气，特别是那些含量极低却意义重大的微量气体。因为像甲烷这样的气体，可能和地质活动甚至和生命活动有关。2018年 ，NASA 的洞察号成功着陆火星，它的核心任务是研究火星内部。洞察号第一次真正测到了火星地震，也帮助科学家更清楚地认识火星的核心结构。2021年 ，NASA 的毅力号成功着陆火星，它的任务目标比前面所有火星车都更直接，寻找古代生命迹象。而且毅力号不只是自己研究，它还在收集样本，为未来可能的火星样本返回做准备。和毅力号一起抵达火星的，还有小小的机智号直升机。人类第一次在另一颗行星上实现了受控动力飞行。2021年，我国的天问1号成功进入火星轨道，随后祝融号成功着陆并开展巡视。这是我国的第一次火星任务，却一次性完成了环绕、着陆、巡视3大目标，这件事的难度系数非常高。祝融号落在了乌托邦平原，开展了地形、地貌、土壤和地下结构探测。
天问1号则在火星轨道研究火星大气。天问1号和祝融号的意义非常明确，它标志着我国正式进入火星探测的核心行列。从 NASA 的水手9号第一次环绕火星，到天问1号的成功探测，人类对火星的认识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一代又一代探测器一点一点堆出来的。火星也正在变得越来越不像远方，而更像人类在太阳系里最先试图真正走进的第二个世界。